2026年5月最令人期待劇集，雖然今年大大小小播了幾十部劇了，但突圍破萬的真的屈指可數。不過眼瞅5月馬上就要銜接暑期檔，各家開始發力。那麼到底有哪些劇看上去還不錯呢？第一部《雨霖鈴》，主演杨洋、張若楠、方逸倫。这世上有些事是比性命重要的。这可是正午陽光第一部武俠劇，本身就有看點。劇情是武俠加探案，簡單說就是展昭手握鐵證被一路追殺，半路撿到逃婚的霍玲瓏，再拉上一個拽到天上的錦毛鼠白玉堂，3個人臨時組隊刷副本破懸案，最後聯手端掉大 boss。是不是有點古裝版探案小隊的意思？而且楊洋這次依然延續凡人風格，清爽不油膩。但也有不確定啊，正午陽光這2年真的像開盲盒，你永遠不知道開出來的是知否還是櫻桃，忽神忽鬼，非常玄學。但他厲害也厲害在幕後，知否編劇家，開端導演，這配置至少說明底盤不至於崩。現在就看2件事：第一，探案節奏快不快；第二，打戲硬不硬。如果懸疑夠抓人，武打夠過癮，這劇我願賭。第二部《風影燃梅香》，主演王楚然、李弘毅。明明是同一具軀殼，你和美酒局截然不同。這部劇我願稱之為古偶設定發瘋文學。為什麼？因為它一上來就是靈魂寄生，精英殺手死後魂穿進大家閨秀身體裡，於是一個身體裡同時住着一個毒系御姐，一個傻白甜千金，雙人格共用一個號，白天宮鬥，晚上查案，中間還談戀愛。而且更離譜的是，安九愛少年將軍，美酒卻愛痴情公子，一個身體2套情感，3個人的關係硬生生搞出了4角戀效果。但離譜往往意味着有戲，因為觀眾最愛看什麼？愛看瘋的，愛看狗血的，愛看關係亂成毛線團還剪不斷的。而這劇剛好全占了，再加上導演是誰？郭敬明，那就意味着服化道大概率在線，鏡頭大概率會美，氛圍大概率會拿捏。但同時也意味着一個老問題，怕只剩漂亮。因為郭敬明最大的風險從來不是審美翻車，是故事有時候像個擺盤精緻的法餐，看着貴，吃不飽。這次還不是他的原創本子，所以我是真替劇情捏汗。第3部《古月風華錄》，主演李一桐、陳星海。別人仙俠談戀愛，他直接組了個人形樂器天團，影視最強樂師撞上失憶最強樂靈。原本還是死對頭，結果被迫組隊去收集12聖樂靈，拯救蒼生。你聽聽，收集聖靈，組隊闖關，拯救世界，這不就是古裝版中二熱血漫嗎？但問題是還挺讓人上頭，因為這類設定只要世界觀撐起來，就很容易有沉浸感。而且它不是普通仙俠那種換個殼談戀愛，它帶點群像冒險，帶點成長升級，還有點音樂神話元素。說白了是個混搭怪，不過對眼睛絕對友好。一眼看過去，郭俊辰、蕭燕、楊世澤、常華森全員美貌迎艷，妥妥顏狗盛宴。幕後班底也不虛，永夜星河的導演蒼蘭訣的造型指導，甚至音樂指導直接請了中央民族樂團。看到這我人都恍惚了一下，這是拍劇還是準備辦國風音樂會？只要故事不掉鏈子，這劇很可能是個意外黑馬。第4部《月明千里》，主演包尚恩、王弘毅。這部屬於設定很香，風險也很大。落難公主遇上清冷聖子，為了活命當場求婚，高嶺之花為一人破戒動心，懂的人已經開始心跳加速了。原著最大賣點其實就是那種競技感，因為觀眾愛看的從來不是談戀愛，是高冷的人失控，是聖潔的人破戒，是神壇上的人被拽下來，這才刺激嘛。但問題來了，聽說為了過審改了不少，佛子變帝王了，那味兒一下就變了。原本是競技文學，現在可能成宮廷戀愛，你說核心賣點還剩幾成？成片觀望中。第5部《家業》，主演楊紫、韓東君。這部我上期就推薦過，因為它不是普通古偶，走的是大女主成長加經商逆襲加非遗文化，
這個配方，這個落地，這個仿古本身就比流水線古偶高級一點。故事背景落在大明徽州，100年之末世家突遭变故，小女兒李珍被迫重操旧業，從零開始，在商戰裡殺出一條血路，把家族拉回巔峰。簡單說，別人古偶談戀愛，他在搞事業，而且搞的是制墨還是徽墨。這題材天然有文化濾鏡，再加上韓東君這個死對頭設定，從互掐到聯手，這不就是典型先對抗再相愛。 CP 套路老是老，但永遠有效。更關鍵的是，楊紫前腳剛在國色芳華走過這一套，女性成長、文化賽道、事業線，她有經驗，所以基本盤是穩的，至少收视下限不會太差。導演也靠譜，是延禧攻略家，並編不是海棠紅的惠凱動，審美節奏質感都在線，但它也有風險，最大風險就一個，別套路化。因為這種經商成長劇一旦寫成升級打怪模板文，馬上就俗。而且我確實還有個疑問，楊紫和韓東君到底有沒有 CP 火花？但如果劇本撐住， CP 有感，再加上我最心動的徽派建築山水畫，那絕對是有機會衝今年大盤的。第6部主角，主演張嘉译、劉浩存、秦海璐。看台底下，你看見了啥？抬头看天。先說實話，看到這個陣容，我第一反應不是電視劇，是電影。張藝謀第一次跨界監制電視劇，這本身就已經是賣點了。故事講的是秦腔名伶秦娥從放羊丫頭一路成長成秦腔皇後，但她又不只是女性成長，她借一個人的命運講整個秦腔的興衰，這格局一下就拉開了。普通劇講人，她講時代，這就不是一個量級。而且有一說一，劉浩存這次扮相確實有點驚喜，紅衣秦腔那種眼神帶戲，白衣又有點仙氣，你很少看到一個角色能同時有土味生命力和舞台神性，這個挺妙。再看標戲名單，張嘉译、秦海璐、竇驍、王麗坤、李澤鋒，標準的正劇賽道組。第7部三線迷回，主演孟子義、王弘毅，鮪魚宇宙作品。設定先別說，是真的耶！水下盜墓、奇幻冒險、輪迴秘術、水梟三族、長江黃河湄公河全卷進來，這已經不是懸疑了，這是神秘學套餐。女主伊薩和男主宗航聯手重啟金湯，一路下水探秘。就這設定，說實話挺誘人，但問題來了，鮪魚小說有個著名魔咒，小說很好看，影視化很容易翻車，幾乎快成規律。設定都牛，落地都虛，不是虎頭蛇尾，就是氣氛很好，但故事講不明白。這次能不能破魔咒，不好說。總之成敗全在劇本。第8部，愛情沒有神話，主演唐嫣、趙又廷。這部劇還沒播，命運已經夠戲劇了。定檔撤檔，改名砍集數，重排播，折騰半年，我都懷疑他名字該叫《愛情求生記》。但他故事其實挺有意思，熟男熟女，都市精英女教師遇上受過情傷的單親爸爸，勢均力敵，極限拉扯，聽着就不是工業糖精那掛。更狠的是，他不是一條感情線，他有4女6男7段關係，修羅場多到預告都數不過來。這不就是觀眾最愛看的成年人拉扯嗎？你來我往，欲拒還迎，嘴上體面，心裡發瘋，這很藝術。而且班底還是我的前半生加30而已，這等於回到了他們舒適區，潛力其實不小。第9部喀什戀歌，主演李蘭迪、郭俊辰。這部劇我願稱它是文藝賽道的隱藏款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它從設定上就不太像傳統國產劇，總共8集，沒錯，只有8集。在現在動不動40集起步的環境裡，這體量簡直像清流，追起來沒負擔，不注水，本身就是優勢。而且他還掛着我的阿勒泰姐妹片這個名頭，這個就天然容易讓人多看2眼。但他沒繼續拍草原，反手把鏡頭搬到了喀什古城，一下就從遼闊感變成了煙火感。而且說實話，李蘭迪那種青春秀氣掛跟西域風情蠻反差的，有種人放對了景，鏡頭都自動好看的感覺。
故事也挺有意思。一个在上海混得灰头土脸的倒霉蛋女主回老家，遇上開民宿被騙的冤種男主，兩個失憶人被迫搭夥，一邊改造古城，一邊修補人生。但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女性線，不是只有戀愛，還有3個女孩各自的人生困境，一個對抗手藝傳男不傳女，一個從婚姻花瓶裡掙出來，一個重新找自己，最後在古城煙火氣裡互相托舉。但就是千萬別拍成旅遊宣傳片啊，一旦變成美景 MV 加散文旁白，那完了。但如果女導演穩住節奏，把鬆弛感拍出來，這劇很可能是5月黑馬，淺蹲一下。第10部耀眼，主演關曉彤、李雲睿。你有病吧？你是北京來的，關你什麼事兒？這部剛開機的時候，說實話，輿論環境並不友好，番位爭議、分手傳聞、路透被炒土，屬於戲還沒播，輿情先開副本。結果誰也沒想到，預告一出，風向變了， CP 感居然成立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化學反應出來了，言情只要 CP 感成立，一切都能談。落難千金，野草系小黃毛，歡喜冤家，互相救贖，一起長大。這不就是青春言情黃金公式？俗嗎？俗，但好用。而且關曉彤這次狀態確實對位，這種越簡單越顯人的造型反而適合她。再加上李雲睿本來就有那種聰明又不油的氣質，兩人放一起不是工業糖精，是會讓人信，這個很重要。導演還是祝東寧，你好1983，謝謝你溫暖我，都是他的作品，拍氛圍感是有手藝的。好了，這大概就是5月各平台待播熱劇了。但問題來了，如果只能壓一部破萬，你壓誰？評論區聊聊。